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想和你一起特别深入的聊一聊我们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那些玻璃屏幕。你想想，手机、电脑、平板，甚至现在很多家电上都有这些光滑的玻璃表面，它们到底是什么？一开始我们可能觉得它就是个工具，一扇窗户，让我们看世界，对吧？对。最初我们拥抱这些技术的时候，心态上确实是这样的，把它看作一扇完美的透明之窗。是的，感觉能看到远方，能和任何人交流，知识唾手可得，好像一个没有摩擦、特别广阔、特别透明的新世界打开了。这种想法在你发来的那几份材料里，比如智能魔镜那篇，就有很详细的描述，就是那种对技术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但现实好像跟这个窗户的想象有点差距。你刚才也提到了，你那些精彩的材料里，核心观点似乎是这扇窗户正在悄悄地变成别的东西。没错，这几份材料啊，它们不是简单的科技评论，更像是从哲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核心悖论，就是说这块玻璃它既是诱惑，也可能是陷阱。它不仅关乎我们怎么用技术，更关乎我们在这个数字时代，如何存在。如何存在，这个角度也很有意思。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深入挖掘一下这个玻璃屏幕的隐喻，对吧？不只是总结要点，而是要弄清楚从窗户到你提到的那个智能魔镜的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对，我们要一起非常仔细地解剖这些概念，这会是一场信息量很大的讨论。我们会慢下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对你的生活、你的感知、你的自我认识意味着什么。目标是达到一种觉醒式的理解。好的，那我们就从这个转变开始吧。最初的透明之窗这个承诺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失效了？这个窗户的隐喻其实和早期互联网的一些流行词是相关的。你还记得信息高速公路吗？当然记得，还有地球村，感觉当时大家对网络充满了希望。对，这些词都描述了一个图景：信息无碍长流通，地域限制被打破，全世界的人们可以自由连接，互相理解。屏幕就是通往这个美好新世界的窗口，它承诺的是一种纯粹的无中介的观看和交流。你想看什么就能看到什么，想和谁说话就能和谁说话，非常理想化。但为什么这个理想现在看来好像没有完全实现，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向了反面？比如你刚才提到的算法分裂、信息茧房。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玻璃数字时代的辩论与觉醒那份材料里就分析了这些早期的乐观构想，他们低估了或者说无法预见到后来商业力量和算法技术的发展方向。他们没有预料到看世界这个行为本身会被大规模的系统性的中介化。中介化是指就是说你看到的世界不再是它本来的样子，而是被某些力量，主要是算法精心筛选、编辑，甚至可以说是导演过的版本。地球村的理想很大程度上被一个又一个由算法划分的互相隔绝的领地取代了。你以为你在村里自由漫步，实际上可能只是在自己那个小小的由回声构成的院子里打转。哇，这么说来，透明之窗这个比喻确实已经不够用了。那智能魔镜呢？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它如何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现在的处境？智能魔镜这个概念在《智能魔镜和玻璃：数字时代的辩论与觉醒》里都有重点阐述。它强调的是屏幕从一个被动的观看工具变成了一个主动的反应和塑造工具。主动的反应和塑造，这怎么理解？你可以想象一下，普通的镜子只是被动的反射你的样子，但一面智能魔镜，它不仅照出你，它还会学习你。它知道你喜欢看自己哪个角度，喜欢什么样的光线，甚至它会悄悄地告诉你，你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屏幕上的算法就像这个智能魔镜，非常像。材料里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把算法称作窗户清洁工。一开始，它的任务可能只是把窗户擦干净，让你看得更清楚。
比如优化搜索结果。听起来不错。但是慢慢的，这个清洁工变得越来越智能，越来越主动。他不再满足于只是擦窗户，他开始在窗户上画画了。画画？画什么？画那些他认为你会喜欢的风景，也就是个性化推荐、信息流。他根据你过去的行为、点赞、浏览记录来预测你下一步想看什么，然后精准地推给你。所以我以为我在透过窗户自由地看世界，实际上看到的是算法为我画出来的定制风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是这样的。这面镜子的本质就是我们以为在凝视世界，实际上是在凝视由我们自身欲望的回声所构成的倒影，一个被算法过滤和放大了的自我镜像。这就有点让人细思极恐了。那材料里有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个智能魔镜是怎么做到塑造我们的欲望的？它不只是反映我们已有的喜好吗？问得好，这里就要引入一个稍微有点深刻的理论了。材料里把它和拉康的镜像理论联系了起来。拉康精神分析那个？对，拉康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大他者 （the other）。简单来说，我们的欲望很大程度上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大他者，比如社会规范、文化、重要他人所教导和塑造的。我们学会渴望那些被认为是可遇的东西。这个我大概能理解。那算法怎么成了大他者呢？智能魔镜和辩论与觉醒里分析说，算法，尤其是那些驱动社交媒体和推荐引擎的复杂算法，正在扮演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其强大的大他者角色。它是怎么做的呢？通过不断地向你展示，也就是镜像某些特定的生活方式、观点、商品，甚至是情感模式，并且通过点赞、评论、分享这些机制来告诉你，什么是受欢迎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比如说，你可能本来对某个牌子的衣服没感觉，但算法发现你的朋友或者你关注的博主都在穿，都在晒，它就会持续的把相关信息推给你。看多了，你可能就真的觉得，我也应该拥有它，渴望它。再比如，你可能只是偶尔看看搞笑视频，但算法发现这类视频能让你停留更久，它就会用更多更刺激的搞笑内容喂养你。慢慢的，你的信息食谱可能就变得越来越单一，你渴望的就是这种及时的、轻松的刺激。所以算法不仅在学习我，还在教我应该喜欢什么。正是如此，它通过放大某些回声，过滤掉另一些声音，来塑造你的偏好，引导你的欲望。而且，这种算法大他者和传统的大他者，比如父母、社会文化还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传统的大他者往往是有矛盾、有缝隙、不完美的，但算法追求的是完美、无缝、高效。它提供的镜像往往是经过精细优化、高度提纯的，它几乎不会让你感到不适或需要反思。听起来更厉害了。循环里，我们不断地在智能魔镜中确认和强化那些被算法认可的欲望，而那些超越这个反馈回路之外的、更本真或更复杂的渴望，可能就被压抑，甚至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了。天哪，这听起来真的像一个无形的牢笼。从窗户到魔镜，这个转变的后果还挺严重的。那我们接下来聊聊这个玻璃本身吧，它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你刚才提到了光滑无摩擦，材料里肯定对此有更深入的分析。对，这个玻璃的诱惑力是它双重性的第一面。材料里，特别是智能魔镜和玻璃时代的迷思与困境这两份，都详细讨论了它的吸引力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光滑，二是多彩与变化。光滑我们刚才提到了，象征无摩擦、无阻碍的体验。那多彩与变化呢？这个指的是屏幕上呈现的内容，永远新鲜，永远变化，色彩斑斓。它承诺着无限的可能性，总有新的东西可以看，新的信息可以获取，新的连接可以建立。这种永不枯竭的新奇感本身就极具诱惑。永远有新东西刷，永远不无聊，这个确实很吸引人。但我们还是先聚焦在光滑上吧。我们为什么会如此迷恋这种无摩擦的体验？玻璃时代的迷思与困境里是怎么分析的？它的深层根源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材料里对光滑性的剖析，可以说是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很核心的一些特征。
它不仅仅是一种感官上的舒适，背后有更深的哲学和社会学根源。首先从哲学层面看，玻璃时代的哲学审视这份材料把它和对现实阻力的逃避联系起来。好比现实的阻力。对，你想想物理世界，它充满了摩擦力、延迟、不确定性。你想做成一件事，需要时间、努力，会遇到各种障碍。走路会累，交流会误解，等待会焦虑。现实是粗糙的。确实。但屏幕上的世界呢？手指轻轻一划，信息就来了，点击一下，购买就完成了。不喜欢，划走。一切都追求瞬时响应，消除等待，磨平困难。这种光滑本质上是对现实世界那种粗糙感和阻力感的一种逃避。我们迷恋光滑，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厌倦了现实的摩擦。这个解释很有道理。那社会学层面呢？材料里好像还提到了社会加速。是的，这个非常关键。玻璃时代的哲学审视详细引用了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罗萨认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就是不断加速。加速怎么理解？他区分了3种加速。第一种是技术加速，这很直观，交通工具越来越快，信息传播越来越快。屏幕技术本身就是技术加速的产物和推动力。你想想，无线刷新、即时推送、5G 网络，都在追求更快。这个我能体会。那第二种呢？第二种是社会变迁加速，就是说社会规范、生活方式、职业甚至人际关系的变化节奏都在加快。你看现在的消费文化，潮流变得多快，一个产品很快就过时了。这种加速带来了普遍的过时恐惧 （FOMO）。FOMO 这个词儿很火。那第三种加速？第三种加速是生活节奏加速。我们在单位时间内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或者感觉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要求随时在线，多任务处理。这3种加速听起来都和屏幕体验密切相关啊。没错，屏幕，特别是智能手机屏幕，成为了这3种加速汇聚的界面和强大的催化剂。它让我们能够，甚至迫使我们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信息，参与社会变迁，处理生活事务。而这种光滑性就是为了服务于加速而设计的，它减少了操作的摩擦，让一切都能更快的流动。所以，玻璃时代的哲学审视指出，我们对光滑的迷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加速本身的迷恋。光滑性是数字资本主义加速信息、资本、商品流通的润滑剂。哇，这个联系很有启发。加速、光滑、逃避现实阻力，听起来像一个循环。那这种加速，罗萨认为有什么后果吗？后果很严重。罗萨认为，持续的加速会导致深刻的异化。他在书里详细阐述了5种异化。5种？这么多？都是什么？让我简单说说。第一是与空间的异化，我们对具体的地方越来越没有归属感，很多空间变得同质化，比如全球连锁的商店、机场，数字游民更是如此。第二是与物的异化，物品更新换代太快，我们和它们的关系变得短暂功能化，很难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想想你用过多少部手机，还记得第一部吗？确实不再记得了。第三是与行动的异化，我们总是在赶时间，忙于应付各种任务，很少有时间真正沉浸在某项活动中，享受过程本身。行动变成了达成目的的手段。第四是与时间的异化，我们失去了对深度时间的体验，比如无所事事的闲暇、专注的思考、长周期的等待，时间被碎片化填满了。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与自我的异化。在加速的压力下，我们可能感觉跟不上节奏，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感，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自我变得不稳定、焦虑。天啊，这5种异化听起来都很熟悉，好像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影子。是的，而屏幕的光滑无摩擦体验，虽然暂时缓解了我们面对现实阻力的焦虑，但从长远看，它可能恰恰加剧了这些异化。
因为它让我们更容易活在一个加速的、表面的、缺乏深度联系的世界里。除了罗萨的加速理论，材料里好像还提到了鲍曼的液态现代性，这个概念和光滑有什么关系？这个联系也非常紧密。智能魔镜、玻璃时代的佛学审视和悖论与决心这几份材料都谈到了。齐德梦鲍曼的液态现代性理论描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结构、人际纽带、身份认同都变成像液体一样不稳定、易变、缺乏持久形态。像液体一样。对，过去固态现代社会里那些稳固的东西，比如终身职业、传统家庭、固定社群，都在逐渐融化。一切在流动，都在不断变化。那屏幕和这种液态有什么关系呢？屏幕，尤其是社交媒体屏幕，可以说完美的体现并加速了这种液态状态。它的光滑无摩擦质感，恰恰就是液态现代性的特征。怎么说？你看，屏幕上的社交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关系可以很轻，很容易建立联系，也很容易断开。这就像鲍曼描述的液态之爱，关系变得像消费品，追求即时的满足感，但缺乏长期的承诺和责任。这个我好像有点感觉。比如现在流行的搭子社交，找个饭搭子、旅游搭子、学习搭子什么的。没错儿，玻璃时代的佛学审视里就用搭子社交作为例子。它的优势是方便、灵活、低成本、低风险，满足了特定功能需求，这很符合液态的特点。但代价呢？代价可能就是回避了更深层次的情感连结和相互的责任。它提供了一种无摩擦的陪伴，但也可能让我们失去了建立稳固深刻关系的能力和意愿。因为深刻的关系必然伴随着摩擦，需要投入，需要妥协，甚至会有冲突。所以光滑和液态是相辅相成的。屏幕提供的无摩擦体验，迎合甚至鼓励了这种流动的、不确定的生活状态。正是如此，而且科技公司还在不断强化这种无摩擦体验。你听说过无摩擦设计 （frictionless design） 这个理念吗？好像听过，就是让用户操作尽可能简单方便。对，剥离数字时代的悖论与觉醒里提到，无摩擦设计的目标是消除用户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一切障碍和思考环节，比如一键下单、自动填充、猜你喜欢。这不是好事吗？节省时间精力。表面上看是，但深层效果可能是，它也消除了那些可能引发我们停下来思考、反思的时刻。当一切都太顺滑时，我们的大脑就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而且，这种无摩擦体验还有个悖论，它可能让我们难以形成深刻的记忆。心理学研究表明，记忆的形成往往与情感的波动有关，包括那些带有摩擦的、有点困难或挑战的经历。过于顺滑的体验，可能就像水流过石头，不留痕迹。这倒是，好像特别顺利的事情反而记不太清。材料里还提到一个观点，叫有意的退化，就是说，当我们过度依赖技术来维持关系，比如用点赞代替问候，用表情包代替语言，很多原本需要我们付出认知努力和情感投入的工作，就被技术代劳了。这可能让友谊变得更加方便，但也更加廉价和脆弱。光滑、液态、无摩擦，听起来诱人，但代价不小。材料里还提到了其他诱惑吗？比如和景观有关。对，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好几份材料，特别是智能魔镜和悖论与觉醒，都把它和居易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联系起来。景观社会这个理论是说什么的？德波在几十年前就预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社会生活会被一种由影像构成的景观 spectacle 所取代。这个景观不是指美丽的风景，而是指一种通过大众媒介，现在主要是屏幕呈现出来的，被商品逻辑主导的美化过的伪世界。伪世界。对，你想想，社交媒体上呈现的生活，通常是经过精心挑选、编辑、美化的瞬间，对吧？美食、旅行、成功、幸福。它永远比杂乱的、充满问题的真实生活看起来更美好、更刺激、更值得观看。这个由无穷影像构成的景观，就成了我们注意力的焦点。
我们沉浸其中，消费这些影像，以至于它渐渐取代了真实的生活经验。所以智能魔镜就是呈现这个完美景观的主要舞台。正是《智能魔镜》这本书的书名就在暗示这一点。屏幕不仅反映我们，更在呈现一个比现实更诱人的景观世界。德波认为，景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让观众变得被动，我们只是观看者，是自己生活的旁观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这个说法很触动人。而且，景观社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将一切都商品化，置于图像的主导逻辑之下。你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景观中呈现的形象如何，比如你有多少粉丝、多少点赞，关系、身份，甚至抗议，都可能被转化为景观的一部分来消费。用粉丝数衡量价值，这个确实很普遍。波里数字时代的悖论与觉醒，甚至引用了德波的一个比喻，说我们现在身处一场永久的鸦片战争，而智能魔镜就是这场战争的主战场。景观就像鸦片，让我们沉溺于虚假的满足感，而忘记了真实的处境。光华、业态、景观，这些诱惑听起来都很强大。那从心理层面看，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被吸引，甚至可以说是主动投入其中呢？材料里有没有提到更深层的心理动机？有的，智能魔镜和悖论与觉醒都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并且把它和艾利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的分析联系起来。逃避自由这本书很有名，它讲的是什么？弗洛姆的核心观点是，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消极自由，也就是摆脱了传统束缚，比如宗教、等级制度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孤独感、无力感、焦虑感，因为我们失去了旧有的归属感和确定性。自由的代价是焦虑。对，而要真正克服这种焦虑，弗洛姆认为需要实现积极自由，也就是通过自发的爱和创造性的工作，与世界与他人建立真实的有意义的连结。但这很难，为什么难？因为它需要勇气，需要承担责任，需要面对不确定性。所以很多人会选择逃避自由，寻求一些替代性的、虚假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来缓解内心的焦虑。怎么逃避呢？弗洛姆提出了几种逃避机制，其中一种和我们讨论的智能魔镜关系特别密切的，叫做机械趋同。机械趋同。就是个体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个性，主动去采纳社会上流行的思想、感觉和行为模式，让自己变得和大家一样，通过融入匿名的大多数来获得一种虚假的身份认同和安全感，消除与众不同的焦虑，就像变色龙融入环境一样。所以我们在屏幕前是不是也在进行某种机械趋同？比如追逐热点、模仿网红、认同算法推送给我们的观点。包论与觉醒那份材料构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因果链，把我们刚才讨论的几个理论串起来了。怎么串的？大概是这样。首先，弗洛姆揭示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源于消极自由的焦虑感和孤独感。然后包们的业态现代性告诉我们，这种不确定流变的社会状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我们更渴望抓住一些东西。接着，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指出，一个美化的虚假的景观世界被生产出来，它像鸦片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焦虑的途径。最后，智能魔镜，也就是我们的屏幕世界，成为了这个景观最完美的载体。它不仅呈现景观，还通过算法为我们量身定制，预先打包好了各种身份认同、生活方式、情感模式，供我们选择和模仿。它提供了一种极其方便、看似安全、充满诱惑的机械趋同方案。所以这个因果链的结论就是我们沉迷于屏幕，沉迷于它提供的光滑、业态、景观化的体验，并不仅是被动的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动的逃避自由的选择。
我们用自由的重负去交换那种被算法精心安排好的、看似舒适的确定性和归属感。我们是主动逃入这个智能魔镜的。主动投入，这个观点真是既深刻又有点残酷。我们聊了这么多玻璃屏幕诱人的一面，它的光滑、业态、景观，以及我们逃避自由的心理动机。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吧？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深入探讨一下它危险的负面的一面了？掩藏着巨大的风险。材料里花了大量篇幅来分析它的另一面，主要是关于隔绝、控制和存在感的丧失。隔绝和控制，这听起来和他承诺的连接与透明正好相反呢。这正是悖论所在。智能魔镜和玻璃时代的迷思与困境都强调了这个核心矛盾。本应促进连接的技术，却可能在大规模地生产孤立和控制。那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先从哪个方面开始谈？我们可以先谈谈所谓的透明的暴政，也就是看似透明的屏幕，实际上是如何限制我们的视野，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权力控制机制。透明的暴政这个词很有冲击力，怎么理解？首先要解构透明这个幻觉。玻璃时代的哲学审视和迷思与困境都指出，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所谓的透明地看到的世界，其实根本不是世界本身，而是经过算法深度策展和模拟出来的结果。这种透明实际上是一种精心设计的不透明，你看不到算法的运作逻辑，看不到它筛选信息的标准，看不到它背后可能存在的商业或意识形态偏见。你以为窗户是干净的，其实上面可能覆盖着一层你看不见的滤镜。我们刚才讨论智能魔镜时已经涉及到这一点了。那它和暴政有什么关系？这里材料引入了2个经典的哲学隐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是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哦，我知道这个。一群囚徒被锁在洞穴里，只能看到墙壁上物体投影的影子，以为那就是真实世界。对。玻璃时代的哲学审视和悖论与觉醒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数字洞穴之中。屏幕上那些流光溢彩、经过美化的影像，就像洞穴墙壁上的影子，它们甚至比粗糙的现实世界更吸引人，更像超真实。那我们和柏拉图的囚徒有什么不同吗？一个关键的不同是，柏拉图的囚徒是被迫锁在那里的，而数字时代的居民很多时候是自愿沉浸在这个洞穴里的。我们主动选择观看这些影子，甚至对走出洞穴、直面真实失去了兴趣和能力。这是一种自我捆绑式的沉沦。自我捆绑，听起来更可悲了。那另一个隐喻呢？另一个是米歇尔·福克的全景场视举域模型。这个我也听说过，是边沁设计的那个圆形监狱，中间一个瞭望塔，囚犯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监视，所以会自我规训。正是玻璃时代的哲学审视详细分析了全景场视监狱的核心机制——非对称的可见性，即监视者可以看到所有人，而被监视者看不到监视者，也不知道自己何时被看。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权力的内化，囚犯会主动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好像时刻被监视一样。那这个模型怎么应用到数字时代呢？我们好像没有被关在监狱里啊。材料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数字化的无形的全景场视监狱中。监视我们的不再是塔楼里的看守，而是无处不在的数据凝视。数据凝视，对，我们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搜索，每一次购买，每一次定位，几乎所有在数字世界的行为都在被记录、被收集、被分析。这种监视有几个特点：它是普遍存在的，几乎覆盖所有数字活动；它通常是彻底隐匿的，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它能自动的、大规模的建构关于我们的知识和档案。所以，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瞭望塔的注视之下。可以这么理解。虽然目的不一定是惩罚，更多是商业预测和行为引导，
但那种被持续观察、分析和评估的感觉，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规训效应是相似的。我们可能会下意识地调整自己在网上的言行，以符合某种被期待的形象。那这和刚才说的算法策展、过滤气泡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大。玻璃时代的哲学审视和悖论与觉醒都指出，算法不仅在监视我们，更在利用收集到的数据来为我们量身打造信息环境。这就是算法策展。它会根据你的数据画像，以及平台自身的商业利益或潜在偏见，来决定给你看什么，不给你看什么。结果就是我们熟知的过滤气泡，或者回音式效应。就是只看到自己认同的观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对，你被舒服地包裹在一个只反映和确认你既有观念的小世界里。表面上看，这是个性化，是懂你，但实际上，这恰恰是对透明承诺的最大背叛。你看到的不再是广阔的世界，而是一个不断自我重复、视野狭窄的越挤的贫民窟。越挤的贫民窟，这个说法很形象。所以，把这两个隐喻结合起来看，数字洞穴 plus 全景敞视监狱，就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权力模式。它不再像传统权力那样依靠强制和压迫，而是通过诱惑、洞穴里的迷人影像和无形的监视、数据凝视下的自我规训，来预先塑造我们的欲望和思想。权力被内化为主体自身的渴望，这就是所谓的透明的暴政。理解了。看似自由选择，实则被无形地引导和控制，这确实是很危险的一面。那除了这种透明的暴政，材料里还提到了隔绝。连接的技术怎么会带来隔绝呢？这就是屏幕双重性的第二个主要危险维度——隔绝。玻璃时代的哲学审视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技术连接的手段前所未有的丰富，但人们的孤独感、疏离感却似乎在加剧。这个现象确实很多人都有体会。那根源在哪里呢？材料认为，一个核心根源在于身体的缺失，引用了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观点，强调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深刻的理解和共情，非常依赖于身体在场。身体在场是指面对面交流吗？对，不仅仅是看到对方的脸，还包括感受到对方的微表情、姿态、语调的细微变化，身体散发的气息，共享同一个物理空间带来的氛围感。所有这些非语言的身体性的线索，对于建立信任、传递复杂情感、实现深度共鸣至关重要。那数字交往呢？比如微信聊天、视频通话。数字交往，即使是视频通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去身体化的。它过滤掉了大量微妙的身体线索，沟通变得更依赖文字、符号，或者经过压缩和延迟的音视频信号。这种沟通更高效、更可控，但也可能更平面、更缺乏温度。确实感觉隔着屏幕聊天和面对面聊天感觉很不一样。而且这又和我们之前讨论的鲍曼的液态现代性以及无摩擦社交连接起来了。玻璃时代的哲学审视和迷思与困境都提到，屏幕中间的交往往往会不自觉地过滤掉那些带有摩擦的元素。什么样的摩擦？比如尴尬的沉默、观点的冲突、表达脆弱时的安补、承担责任的沉重，这些在真实交往中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有意的粗糙部分，在追求高效、可控、愉悦的数字交往中，很容易被回避或掩盖。我们倾向于呈现一个更华光、更完美的自己，也期待对方如此。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一种被过滤、被美颜过的连接。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无摩擦社交，它很方便，可以避免很多不适，但可能也因此失去了培养深度、韧性和共情能力的机会。这里材料又一次引用了罗萨的理论，特别是他的共鸣 resonance 概念。共鸣，这又是什么意思啊？罗萨认为，美好生活的核心在于与世界建立共鸣关系。所谓共鸣，就是你感觉自己被世界的某个部分，
可能是一个人、一件艺术品、一段风景、一项活动所触动，你对它产生回应，并在这种互动中感觉自己是活着的，与之相连的。这是一种深刻的存在体验。这个描述很动人。那屏幕交往和共鸣有什么关系？玻璃时代的哲学审视分析说，屏幕中间的交往方式，特别是那种即时的、碎片化的、追求效率的互动，恰恰破坏了共鸣所需要的条件。需要什么条件？共鸣往往需要时间，需要专注，需要沉静，需要一定的慢。你需要有时间和空间去感受、去消化、去回应。但是屏幕上的互动通常是快速切换的，信息是碎片化的，注意力是分散的。深度对话被简短的文字或表情包取代，身体的共同在场体验被孤立的屏幕观看取代。关系很容易从一种生机勃勃的、可能产生共鸣的对话，沦为一种沉默的、功能性的信息交换。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异化，是共鸣的丧失。功能性的信息交换，听起来很冰冷，难怪很多人会感到孤独。对，而且持续暴露在信息过载和社交压力下，还会导于一种现象，材料悖论与觉醒里称之为社交媒体疲劳 （Social Media Fatigue，SMF）。社交媒体疲劳就是感觉信息太多，互动太累，印象管理的压力太大，导致对社交媒体感到疲惫、厌倦，甚至有点麻木。但同时，又可能因为习惯、无聊或者逃避现实，而陷入无意义滚动 （mindless scrolling） 的状态。啊，这个我太有体会了。刷了半天，不知道看了啥，但就是停不下来。刷完还觉得有点空虚和懊悔。这就是典型的症状。所以你看，这个交换再次出现了。我们用充满潜在摩擦，但可能带来深度和共鸣的现实交往，换取了一个看似光滑、充满连接，但实际上可能导致隔绝、疲劳和意义感丧失的数字世界。本质上是用意义换取了刺激，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观看权，却可能正在失去感受力。用意义换刺激，失去感受力，这真是沉重的代价。我们谈了透明的暴政和隔绝之玻璃，材料里关于屏幕危险性的分析，还有其他重要方面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屏幕作为镜子，对我们的自我产生了什么影响，特别是关于表现性的自我和量化的凝视。表现性的自我，是指我们网上都在演戏吗？这个分析主要借鉴了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论 （dramatology）。戈夫曼把社会交往比作戏剧表演，我们每个人在他人面前都在扮演特定的角色，努力管理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他区分了前台 （front stage） 我们公开表演的场合，和后台 （backstage） 我们可以放松做自己的地方。这个理论很有名，那它和屏幕有什么关系？玻璃时代的佛学审视认为，社交媒体平台本质上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而持久的前台。我们在上面发布的内容、选择的头像、经营的人设，都是一种面向潜在观众的表演。而且这个前台好像是24小时 online， 并且记录是永久的吗？没错，这就大大加剧了戈夫曼所说的表现压力。我们时刻处于一种被观看的可能性之下，而且这种表现如果过度的话，可能导致一种自我空心化的危机。自我空心化，就是说，个体过于投入扮演各种社会角色，以至于内在的真实的自我变得模糊空洞，甚至感觉自己只是一个悬挂各种角色标签的衣帽钩。当前台无限扩张，后台不断萎缩时，这种风险就更大了。听起来让人焦虑。那量化的凝视又是指什么？这和萨特有关。对，玻璃时代的哲学审视，把它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他者的凝视 （The Gaze of the Other） 联系起来。萨特认为，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被他人注视时，我们会体验到一种对象化的感觉。我们不再是自由的为我存在，而是变成了他人眼中的一个对象，一个在我存在。这种凝视会带来羞愧感和焦虑感。那社交媒体怎么强化了这种凝视？它通过2种方式极大地强化了他者的凝视。第一，观众变得潜在地、无形的庞大。你不知道谁在看你，可能是你的朋友、家人、同事，也可能是陌生人。
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放大了凝视的压力。第二，也是更关键的，它把这种凝视给量化了。你的表现效果不再仅仅是模糊的感觉，而是变成了具体的数字，多少个点赞，多少条评论，多少粉丝，多少转发。啊，原来量化的凝视是这个意思。对，这就使得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很容易和这些数字绑定在一起。点赞多就开心，粉丝少就焦虑。我们开始根据数据反馈来调整自己的表现，home cue 自己的人设，以期获得更好的数据表现。这听起来就像在运营一个产品，而不是在做自己。确实如此，而且社交媒体还带来一个挑战，叫做语境碰壁。语境碰壁，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面对不同的社交对象，家人、朋友、同事、陌生人，会展现不同的侧面，使用不同的语境。但在社交媒体这个大平台上，所有这些不同的观众都被压缩到了同一个空间里。你发一条朋友圈，理论上所有人都能看到，这就大大增加了印象管理的难度。你很难用一套表现满足所有观众。哦，怪不得现在很多人设置仅3天可见或者分组屏蔽。对，玻璃时代的哲学审视分析说，这些都是用户为了应对语境碰壁而采取的防御策略，本质上是在试图重建边界，夺回一点对后台的控制权。所以综合来看，表现性的自我加上量化的凝视和语境碰壁，最终导致了什么后果？玻璃时代的哲学审视给出了一个很精辟的总结：自我最终变成了被量化的、可供交易的自我商品。它融合了萨特的存在主义焦虑、对明示的恐惧和赤裸裸的市场逻辑。他者的凝视变成了可以衡量和交易的注意力数据点。个体就像一个创业公司，通过不断的 A/B 测试来优化自己的自我这个产品，目的是在注意力市场上获得更高的流量和估值。身份的价值最终由流量和数据来定义。自我变成商品，这个结论太震撼了，听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我们是不是还漏掉了屏幕危险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你之前提到的注意力经济？对，这是压轴的，也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关键问题。注意力可以说是数字时代最核心的战场。剥离数字时代的悖论与觉醒对此有非常详尽的论述。他首先引用了诺贝尔奖得主赫伯特·西蒙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做出的预见，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真正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正是信息极大丰富，必然导致注意力极度贫困。那什么是注意力经济 （attention economy） 呢？简单来说，它是一种商业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不再是直接售卖产品或服务，而是首先捕捉、维持，然后转授用户的注意力。你的眼球、你的 online 时长，就是他们最终要卖给广告商或其他第三方的东西。所以，我们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成了商品。没错，你就是产品，或者说你的注意力是产品。悖论与觉醒引用了像尤瓦尔·赫拉利等思想家的观点，指出科技巨头们正在利用强大的算法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注意力大规模重组。大规模重组听起来像个大工程。某种意义上是的。这个智能魔镜世界为了争夺你有限的注意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军备竞赛。他们不断优化刺激的强度和频率。比如用算法驱动的短视频流，让你一刷就停不下来；用各种红点、通知、推送，不断打断你的专注；用精心设计的间歇性奖励，比如游戏里的随机掉落、社交媒体上不确定的点赞，让你像巴夫罗夫的狗一样产生依赖；甚至不惜使用耸人听闻、引发争议的内容来吸引眼球。这些设计确实很常见，而且很有效。但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普遍陷入了一种注意力的贫困状态。我们的认知资源，比如深度思考的能力、保持专注的能力，甚至共情的能力，被持续的消耗和榨干。我们对屏幕里的刺激
越来越依赖，对屏幕之外的现实世界反而可能变得越来越麻木和迟钝。这听起来很像赫拉里说的数据主义，就是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连接到数据流，处理信息吗？对，悖论与觉醒也提到了这一点。数据主义鼓励的恰恰就是这种永远在线、不断处理信息、贡献数据的生存方式，而智能魔镜正是实践这种信仰的主要场所。如果我们再把拉康的理论加进来，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剥削循环。什么样的循环？算法大他者塑造你的欲望，你参与屏幕互动以满足被塑造的欲望，你的参与行为产生了注意力数据，这些注意力被平台捕捉并商品化出售。在这个循环里，我们和我们的注意力最终都成为了这个体系运转的燃料和产品。天哪！听完这一系列关于玻璃屏幕危险性的分析，透明的暴政、隔绝制玻璃、被表演的自我、注意力的浩劫，感觉真是有点窒息。我们好像被困在一个设计精良的陷阱里了。那还有希望吗？有没有出路？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反抗或者逃离吗？这当然是所有这些分析最终要导向的问题。如果只是揭示困境而没有指出可能的方向，那就太悲观了。幸运的是，你发来的材料，特别是智能魔镜、悖论与觉醒和迷思与困境的后半部分，都谈到了觉醒的可能和实践途径。觉醒听起来很关键，那觉醒的时刻会是什么样的？材料里用了一个很媚的意象来描述这个时刻。想象一下，当你长时间凝视着智能魔镜里那个看似完美、精彩纷呈的影像世界，突然有一天，你感到了一丝厌倦、一丝怀疑。你开始觉得这一切是不是有点太顺滑了、太虚假了？然后你鼓起勇气，伸出手，不是去点击或滑动，而是试图去触摸那面镜子本身。你感受到的是什么？是冰冷的、坚硬的、无法穿透的玻璃。你感受到了真实的阻隔和摩擦。那一刻，或许就是觉醒的开始。你意识到镜子里的世界和镜子本身，以及镜子外面的现实是不同的。触摸到冰冷的玻璃，感受到摩擦，这个一向很有力量。那从意识到这一点到真正做出改变，可以做些什么呢？材料里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有的。一个被重点介绍的理念，就是卡尔·纽波特提出的数字极简主义。数字极简主义听起来像是要扔掉所有电子设备。并非如此。纽波特强调，数字极简主义不是反科技，也不是要回到原始社会。它的核心是一种哲学，一种关于技术使用的价值观。他主张，技术应该是服务于我们人类的核心价值和目标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我们被技术所绑架和奴隶。我们应该审慎地、有意识地选择和使用那些真正能提升我们生活品质、促进我们深度价值实现的技术，而坚决摒弃那些只是消耗我们时间、注意力、带来焦虑和空虚的技术。技术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技术。这个原则听起来很对。那它为什么会兴起呢？悖论与觉醒里分析说，它的兴起正是对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数字生活负面体验的集体反思和回应。很多人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注意力涣散、深度工作能力下降、社交疲劳、生活界限模糊、内心焦虑等等问题，开始寻求改变。那具体怎么实现数字极简主义呢？它有什么方法论吗？牛波特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实践方法，叫做30天数字大扫除。30天大扫除，听起来挺彻底的。它的步骤大概是这样的。首先，你需要拿出30天的时间，暂时使用所有非必要的可选技术。哪些是可选的？就是那些如果暂时不用，不会严重影响你工作生活核心功能的技术，比如大部分社交媒体、新闻聚合应用、视频网站、网络游戏等等。暂停1个月，听起来挑战很大哈。是的，需要决心。但关键在于第二步，
在这30天里，你要主动去重新发现和投入那些高质量的真实的线下活动，比如培养一个爱好，多和家人朋友进行面对面交流，阅读纸质书，参与社区活动，或者只是享受独处和思考的时间。目的是让你重新体验没有被数字噪音填满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找回真实的连接和体验。那30天之后呢？30天之后就到了最关键的第3步，审慎的评估，然后有选择地、有规则地重新引入那些你认为确实对你的核心价值，比如知识获得、深度关系维护、事业发展等有巨大帮助的技术。重点是审慎和有规则。对于你想重新引入的每一项技术，都要问自己，它是否真的服务于我的核心价值？它带来的好处是否远大于它可能造成的干扰和消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要为它设定明确的使用规则，比如限制使用时间、关闭通知、固定查看频率等等，确保是你掌控技术，而不是技术掌控你。这个大扫除的方法听起来很系统，也很有操作性。除了这个，材料里还提到了其他策略吗？比如更零散一点了。有的，《悖论与觉醒》里总结了一些被称为数字断舍离的策略，可以看作是数字极简主义里面在日常中的一些具体应用。主要有3类。哪3类？第一类是断联 （disconnecting）， 这包括主动寻求独处的时间和空间，摆脱永远在线的压力，也包括有意识地管理你的社交关系，比如退出一些不必要的群聊，或者打破那种必须秒回信息的潜规则，允许自己潜水。断开不必要的连接。第2类呢？第2类是舍弃 decluttering， 这指的是清理你的数字空间，就像打扫房间一样。比如定期清理不再使用的 App， 注销不再活跃的账号，整理混乱的数字文件，退订泛乱的邮件列表等等，对抗那种无意识的数字囤积症。整理数字垃圾，有道理。那第3类？第3类是离开 leaving， 这是最大胆的一步，就是彻底离开某个平台或服务，比如注销某个让你沉迷或焦虑的社交媒体账号，卸载某个消耗你大量时间的游戏应用，选择成为这个特定数字世界的失踪者。断联、舍弃、离开，这些策略都指向减少数字干扰，夺回时间和注意力。对，但仅仅是减少使用还不够。材料里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可以说是数字极简主义背后佛水学支撑的理念，那就是要敢于重新引入生产性摩擦。生产性摩擦 （productive friction） 这个概念刚才好像提到过，是和科技公司追求的无摩擦相对的。正是如此，悖论与觉醒对这个概念做了重点阐述。既然我们认识到无摩擦体验虽然方便，但可能导致肤浅、隔绝和注意力涣散，那么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意识的、主动地在我们和数字世界之间重新设置一些障碍或不便，也就是摩擦。故意给自己制造麻烦，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些摩擦是生产性的，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让你不爽，而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积极效果。比如呢？什么样的摩擦是生产性的？举几个例子，你把某个容易沉迷的社交媒体 App 从手机上删掉，只在需要时通过电脑网页版访问，这就增加了访问它的摩擦，你可能就不会那么频繁地、无意识地去刷它了。再比如，你关闭手机上绝大多数应用的通知功能，只保留最重要的几个，比如电话、短信，这就增加了你获取非紧急信息的摩擦，让你从被动接收轰炸变回主动控制信息摄入的节奏。还有，设定严格的深度工作时间，在此期间完全屏蔽邮件、即时通信等干扰，为需要高度专注的任务创造通讯摩擦。我明白了。这些摩擦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认知上的减速带。对，它们的作用就是在你和那个诱人的、光滑的数字世界之间创造出一个缓冲地带，一个停顿、思考和选择的空间。它们迫使你从自动驾驶模式切换回手动模式，打破那种不假思索就去点击去滑动的自动化反应。
每一次你因为摩擦而稍微停顿了一下，都是一个机会，让你问自己：我现在真的需要这个吗？对我又有意义吗？所以，重新引入生产性摩擦，本质上是在抵抗光滑的诱惑，找回思考和选择的主动权。没错，悖论与觉醒最后把这一点再次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联系起来。如果说沉迷于无摩擦的数字世界是一种逃避自由的表现，那么拥抱数字极简主义，特别是主动引入生产性摩擦，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实践积极自由的努力。这是一种在看似被动、被算法主导的世界里，选择主动行动、承担责任的存在主义式的反叛。当你选择透出那冰冷的玻璃，选择有意义的摩擦，而不是光滑虚假的舒适时，你就在重塑自己与技术的关系，也在重塑自己的存在状态。从追求无摩擦到拥抱有意义的摩擦，这确实提供了一个非常积极和充满力量的视角。不过这些好像都侧重于个人的努力，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对吧？光靠个人觉醒和自律够吗？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材料也承认，个人层面的抵抗虽然必要，但其力量是有限的。因为我们身处的这个数字环境，其设计本身就充满了诱导性和剥削性，所以要实现更根本的改变，还需要系统性的努力。系统性的努力是指容，主要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对技术设计者的伦理要求，比如玻璃时代的哲学审视就提到了数字伦理的重要性，要求平台和开发者在设计产品时，不能只考虑用户粘性和商业利益，还要承担起伦理责任。具体有哪些伦理要求呢？比如，算法要更加透明，让用户知道信息是如何被筛选和推荐的；要加强问责制，对算法可能造成的偏见或伤害负责；要更严格地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权利；要追求设计的公平性，避免加剧社会不平等。这都需要更完善的法律监管和行业自律。从源头上改进设计。那另一个层面呢？另一个层面是培育全社会的数字成熟度 （digital maturity）。这不仅仅是要求个体用户提高媒介素养，更关乎一种社会文化层面的转变。我们需要共同倡导和拥抱一种更健康的、更可持续的技术使用理念。玻璃时代的哲学审视里提到了一个概念，叫慢科技 （slow tech）。慢科技对应快科技吗？可以这么理解。它借鉴了慢食运动的理念，强调技术的使用应该优先考虑体验的质量、深度反思、有意义的互动，而不是一味追求速度、效率和数量。它鼓励我们放慢节奏，更审慎、更有人情味地使用技术。伦理设计加上社会性的慢科技理念，这听起来是一个更长远、更根本的愿景。是的，个人的觉醒和实践是起点，但最终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去塑造一个更符合人性的数字未来。好的，我们今天这趟深入的旅程信息量真的非常大。我们从屏幕最初作为透明之窗的承诺开始，探讨了它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一面越来越强大的智能魔镜。然后我们深入剖析了这面玻璃屏幕诱人的双重性，它的光滑如何迎合我们逃避现实阻力的本能，与社会加速和业态现代性交织；它的多彩如何呈现为一个取代现实的景观社会，以及我们沉迷其中背后逃避自由的心理动机。接着我们又直面了它危险的另一面，看似透明之下的数字洞穴与全景敞视监狱构成的暴政，看似连接之下身体学习共鸣侵蚀导致的隔绝，以及在量化凝视下自我如何被表演、被掏空，甚至变成商品。最后还有无处不在的注意力经济如何耗竭我们的心智资源。对，我们把这个悖论的两个方面都尽量展现了，核心的交换逻辑也比较清晰了。我们用充满摩擦但可能带来意义的现实，换取了光滑但可能导致空虚的数字镜像；用深度换取了速度，用感受力换取了观看权。这个总结很到位。最后我们也看到了觉醒的希望和路径，从认识到智能魔镜的本质开始，通过实现数字极简主义，特别是敢于重新忍入生产性摩擦，来夺回使用的自主权，找回一点存在感，同时也认识到系统性改变的必要性。是的，这是一条需要持续努力的路。
那在我们结束这次深入的探讨之前，按照惯例，你有没有一个最后的问题留给我们听众，也留给你自己去继续思考？我想提一个可能比较终极的问题吧，也是你那些材料在结论部分隐约指向的方向。在一个技术不仅能极大地延伸我们的能力，更能深刻地塑造我们的身份认同、认知方式，甚至重新定义社会现实本身的时代，一个真正真实的、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究竟意义是什么？我们如何在这样由算法精心编织的、充满诱惑迷向的世界中拿到，既能利用它的便利，又不至于完全迷失自我，最终被我们自己的倒影所吞噬？这个问题可能不仅关乎我们个人的福祉和幸福感，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定义着人类意识在未来会如何演化。如何在镜像世界中脑导航而不被吞噬？这真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放下手机、离开屏幕之后去长期反复思考的问题。好了，今天的深度探讨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这次的讨论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我们下次再见。